大家好，欢迎回到北欧老吴的频道。今天是会员专享的周末漫谈。时间过得很快，又到周末了。那么又到了我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禅师教你炒股票的一些原文，或者说他原来新浪博客上的一些解盘的文章。那么今天我跟大家一起要看的是什么呢？是教你炒股票第29课转折的力度与级别。那么这一课是有会员朋友可能是在自己读的时候有一些问题没有办法理解，想让我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对吧？那我们看一下这一课的一些，我把主要的内容都截取出来了。其实啊，第29课讲的这个东西，转折的力度与级别，完完全全就是我在周二和周四在做解盘的时候，在做盘中解盘的时候做的这个事情。也就是说，29课其实讲的就是完全分类，就是不测而测，对吧？你如果说能够把29课给读明白了、读通了，那么你的完全分类就能够提高一个档次，对吧？所以其实就是看你能不能够做到完全分类这个能力。但完全分类在我们缠论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能否掌握完全分类，那么对你的一个知识的一个检验是比较明显的。那我们来看一下第29课，就是我选取的这些。首先，缠中说禅背驰转折定律，对吧？就是在29课提出来的。某级别趋势的背驰将导致该趋势的最后一个中枢的级别扩展，该级别更大级别的盘整或该级别以上级别的反趋势，就是三种情况，对吧？我们把这句话给读一下，就三种情况嘛。某级别趋势背驰，这是一个先决条件，对吧？一个级别的趋势背驰，我跟大家说过，一说背驰的时候，就指的是趋势背驰，就是两个中枢，必须要有两个中枢才叫趋势嘛。你要说只有一个中枢，那就是盘整，这就是趋势和盘整的区别。所以说，一旦说背驰的时候，那只是代表它是趋势背驰。那么如果说盘整出现了背驰，比如说这三段，或者说这个还不太明显，我这样，对吧？那么这个进入段跟离开段1和3比较的话，这就出现背驰了。这种背驰叫盘整背驰。那么一旦说背驰的时候，只是代表趋势背驰，就是这种情况。那么某级别趋势的背驰，就是这个趋势结束了，这个趋势结束了，它结束之后的一个演变，那不就是完全分类吗？对不对？它趋势结束之后，因为股票所谓的完全分类，就是把它之后可能情况你给推导出来。因为对股票来说，它的分类就简单了，你要么涨，要么跌，要么是盘，就是横盘嘛，就这三种情况，对不对？你不像那个你在打仗的时候，你两军在作战，然后我在做兵棋推演，各种情况都假设出来，然后那个参数都导进去，然后计算谁能赢的可能性更大一点。但是在兵棋推演的时候，很多时候你只能是猜的，那个是很难的。但是在我们缠论里面，相对就简单多了，就三种情况，对不对？而且每一种情况变化的时候，它都有一个临界点，一旦碰触到那个临界点之后，那么就有可能要开始转变了，晓得吧？我们是有临界点来观察的，不是说漫无目的的在这猜。我们看一下第一种情况是什么，导致该趋势最后一个中枢的级别扩展，对吧？那么这种情况，我跟大家画一下，什么是导致最后一个中枢的级别扩展？这是有一个中枢了，然后这是第二个中枢，对吧？这可以结束了，对吧？这是一个趋势下，然后导致最后一个中枢的级别扩展，就是说你的当下位置，你的当下价格，比如说在这里，那么围绕最后一个中枢，因为只要不到9的话，这个中枢就没有升级，就是围绕中枢震荡的这些段只要不到9，没有到9，那么就是一个没有升级的中枢，就是本级别的中枢，对吧？我在这里假设这个每一笔都是线段，我假设这每一段都是线段，而不是笔，清楚了吗？我在假设这一段是笔，笔和线段的区别，那么就是3笔构成一个线段，晓得吧？
那么我在这里用的是线段，我用红颜色的这个是用的是线段。那么你当用线段构成一个中枢之后，只要没到9段，那么就是本级别的中枢。那么我的现在的价格在这里，导致最后一个中枢的级别扩展，那就是说我又被拉回到中枢里面来了。因为我们主要观察的就是现在的这个价格涨跌对最后一个中枢的位置观察，拉回到中枢里面来，就是中枢继续中枢震荡。那么只要没到9，它就可以围绕最后一个中枢一直震，把这个中枢延伸，对吧？它可以围绕最后这个中枢一直震，只要不到9的话，都是中枢级别的扩展，就是最后一个中枢级别扩展。我跟大家之前也分享过，什么叫级别扩展和扩张？在中枢的扩展和扩张这两个概念是有区别的。扩展的话，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画轴，对吧？这是一个中枢，然后前3笔构成了这个中枢，就是1、2、3这3笔构成了这个中枢。那么后面的话，围绕这个中枢震荡的时候，都叫扩展，类似一个画轴，一幅画你给打开了，叫延展。那么扩张的话是最后一个中枢，对吧？可以我在最后一个中枢这里，我在这里拉回去下来，这样我可以这样震。这里有一个中枢，这里有一个中枢，但是这两个中枢的高低点有接触，那么这个中枢的级别就扩张了，对吧？这就是扩张和扩展的区别，一定要搞清楚。好的，我们刚才已经解释了什么叫这个最后一个中枢的级别扩展。那么我们再说这个该级别更大级别的盘整。什么是更大级别的盘整？那个朋友就是给我发邮件问问题的这位会员朋友们，他不太理解什么是更大级别的盘整，对吧？我们来说一下，我们就以下跌为例，那么上涨的话相反就可以了，对吧？这是一个这个趋势走势类型结束了，那么出现了一买，那么一买结束之后，怎么能够形成更大级别的盘整呢？对吧？就是说我在这里夸一直震，1、2、3、4、5、6、7、8、9，这是9段了。9段之后不是意味着马上就要可以停止，它也可以不停止，继续震，对吧？那么现在这个中枢的构成段超过了9了，那么前面这里是不到9，那么下面这个中枢的级别就变大了，它可以再走，所有前面的都变成进入段，这全都变成进入段，然后从这里可以向下离开。那么下面这个出现扩展之后的这个中枢超过9段，9或者9以上，那么这个中枢的级别就变大了。在之前的时候，只有2个小中枢的时候，这是第一个小中枢，这是第2个小中枢，那么前面这个中枢是大 A， 下面这个中枢是大 B， 在把大 B 中枢扩展之后，升级了之后，那么前面所有的这些都变成了小 a 了，或者说这个对，都变成了小 a。那么这个大 B 呢，可以变成大 A 撇，这个大 B 不存在了，它变成了大 A 一撇。那么所有前面都变成进入段，那么这只是升级之后的一个 A 中枢，叫 A 撇中枢。那么可以它向下继续延伸，在下面再做出来第2个升级之后的大 B 撇中枢，晓得了吧？这就是什么是该级别更大级别的一个盘整。那么还有该级别以上级别的反趋势，对吧？这也很好理解。什么是走反趋势呢？就是又是一个中枢，趋势结束。那么趋势结束之后，它可以走反向的，对吧？首先要拉回到这个最后这个中枢这里，首先拉回来了，它甚至可以一笔打到这个中枢之上，那么给一个回撤。我们之前在解盘的时候说过很多次，可以借用前面这个中枢来分析，我这个回撤没回到中枢就是3买，那么针对前面那个1买的话，它还是2买，所以说这个回撤是2、3买重合的这个买点，那么它可以出现2、3买重合之后，可以继续向上生长，然后在上面生长出来一个趋势来，这就是
该级别以上级别的反趋势了，对吧？这是向下的一个走势类型，然后出现一买之后生长出来一个向上的反向的一个走势类型出来了，晓得吧？这就是这三种情况，就算一个中枢结束之后，一个趋势结束之后，就这三种情况，就是我刚才分析的这三种情况。我们看一下禅师继续说的，而对于实际的操作是盘整还是上涨，关键看什么呢？关键看突破第一个中枢之后是否形成第三类买点，对吧？这个就是我刚才给大家画那个一个趋势结束了，然后它的一个反抽，哎，直接回到上升到或者说突破了这个最后这个中枢，然后一个回撤形成了一个三买，这就是禅师说的这个。而在操作中是在第一二类买点先买了，看到没有？是在第一二类买点先买了，不是等到三买的时候再买。你那时候它已经涨幅已经很大了，把这个稍微画的小一点，对吧？这里是一买了，你要一买这里先买了，然后这个它可以上去，它也可以那个回撤的时候可以也回来也可以的。那么这个位置就变成了二买，然后三可以直接一个三跟一不背驰的话，也可以这样走啊，然后回来再构成中枢，然后再上去，在上面再构成中枢，走一个趋势，对吧？所以说是一买和二买的时候先买了，你这个三买在这里呢，你到三买的时候再买，它这个空间已经很大了。所以说一买和二买的时候你干什么去了呢？所以说要在一买二买，一买和二买之后继续等，对吧？而在操作中是在第一二类买点先买了，然后观察第三类买点是否出现，它也可以不出现的呀。上去了，然后二买，针对最后一个中枢一个二买，然后一个再来一次这个尝试突破，但是呢有背驰了，这个是第一段，这是一二三段，然后前面这里是一买，然后三跟一比较有背驰了，它可以结束了呀。那么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前面这里是一个趋势下，对应了三笔构成的一个线段，线段也是最低级别的走势类型。那么在这里再重复一下，就是我们现在画一下什么是走势类型。首先最简单的就是三笔，那么三跟一的话是有背驰的，那么再就是三笔，但是不结束，回去构成中枢，然后给到一个三买，只是带一个中枢，对吧？这是就是盘整下。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趋势下，一个然后有背驰拉回去，然后再下来不背驰，然后再做一个中枢，然后再下来，这样的话就有两个中枢了，对吧？这三种情况一二三全部都是走势类型。第一个虽然说你看它的结构简单，但是它也是走势类型，这是缠论的定义过的最简单的走势类型，三笔就可以构成一个走势类型。所以说你不要觉得什么都要构成中枢，什么都要到那个出现一个三卖或者三买才能够结束这个，不是的呀。我这样一个这个趋势结束了，我一个三笔反弹我就可以完事儿了。一个下跌的趋势下对应一个三笔的一个反弹，我可以结束了，我可以继续跌的，对吧？这样的话，其实在大级别，这是为什么我在我的解盘中经常用到同级别分解和非同级别分解。你在这种情况的话，你就需要用到非同级别分解，你需要，比如说我现在看的这个周期是日线的话，那我们需要拉高我的周期去看一下它的周线，对吧？去看一下周线上我这个结构是不是这三笔是不是构成了周线上的一笔？那么这样的话就是一个一笔下一笔上，那么这个位置的话其实就是一个二卖了，就周线上的二卖，它可以继续往下走的。我们再继续看这个禅师这个，然后观察第三类买点是否出现，出现就继续持有，对吧？三买如果出现的话，那肯定继续拿着呀，否则就可以抛出，因此在操作上不会造成任何困难。当然，如果说资金量特别小，
或者对本 ID 的理论达到小学毕业水平，那么完全可以在突破的次级别走势被迟滞时先出掉，然后看回市是否形成第三类买点，形成就回补，不形成就不回补，就这么简单，对吧？这个我再说一下，什么时候回补，什么时候不回补，就是我们也可以以那个上升来做举例子。现在两个中枢出现，然后呢，它这次回撤，这个回撤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看的这个周期是60分钟的，那么在60分钟上这笔回撤只有一笔，对吧？比如说它也回撤够笔了，所谓回撤够笔就是要有5根 K 线，那么经过包含处理之后，它有5根，最少有5根，可以多于5根没有问题。但是呢，这个在60分钟上你只能看到一笔，那么这个时候怎么能够看这一笔可不可能构成这个3买，还是说要拉回来呢？你需要降低周期的，你需要去它的次级别，看到没有？禅师桌这里说的次级别，你需要去看它的次级别有没有背驰啊？你需要去15分钟上看，甚至是有可能要去5分钟上看，五分钟上看，因为15分钟跟5分钟这两个级别比较接近，对吧？所以说你去看15分钟和5分钟上有没有出现背驰，也就是说它在5分钟上，在15分钟上或者5分钟上有没有出现一买，也就是说在5分钟上它有没有这种两中枢的一个下来。那么在15分钟上的话，可能是只是一个盘整背驰，就是3段的。那么这个是有的时候是你需要2个周期都看。15分钟上可能只是一个3笔的一个背驰，那么在5分钟上的话，有可能是一个趋势下，就是带2个中枢的一个一买的这种背驰。那么如果说在5分钟上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那么这个位置大概率就是有可能要出现3买了。那么这个位置出现这个位置之后，你要买回来，在上面出现，比如说出现顶分型，你卖了，在下面你又通过结合这个60分钟、15分钟和5分钟3个周期统一分析之后，那么这个位置内部结构很饱满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天天说的饱满是否饱满与否，越饱满的结构，那么越容易结束，越饱满的结构越容易结束。那么它结束的话，又回不到这个中枢，那就是3买啊，对吧？但是如果说它这个回撤，你在比如说到了这个位置，你发现哎，它的内部很简单，在5分钟上只是一个3段的一个下跌，比如说它到了这个位置，在5分钟上只是一个3笔，发现哎3跟1不背驰，那你这个时候你就不能进了，它完全是可以直接拉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的，对吧？那么它也是可以这样，1、2、3、4、5也可以，对吧？3跟1没有背驰，但是呢可以出现一个5还是没有回到这里来，把这再延伸一下。5还是没有回到这里来，那么这个位置你就可以尝试啊，对吧？所以说呀，能不能够形成3买或者3卖？因为我们只是以上涨为例，那么下跌的话是一样子。能不能够形成3买或者3卖？你需要降低周期的，在本周期你是看不出来的。好的，那么继续看，那么完全可以在突破的次级别走势被持的时候先出掉，然后就是说突破次级别，就是所谓的突破次级别，就是走掉是什么时候走掉呢？就是这样，这个位置怎么能够在这个位置卖在这个相对高的位置呢？你还是一样要降低周期，比如说我们这个是60分钟，你需要降低周期去看它的15分钟，就是这段的15分钟，我圈出来这段的15分钟，或者说是5分钟，这个内部突破次级别走势类型背驰的时候出掉，它的内部有背驰了，5分钟上有背驰了，或者15分钟上，你这时候先卖掉，卖掉之后再看它的回市，回市是否形成第三类买点，形成3类买点就买回来。怎么样形成第3类买点呢？我刚才分析过了，对吧？不形成就不回补，对吧？不形成就拉回来了，不形成又拉回到最后一个中枢内部了。那么拉回到最后一个中枢内部又没有形成3买，那么就是中枢震荡喽，对不对？就是这么简单，其实就这么简单。当然，要达到这种境界，首先要对本 ID 的理论小学毕业，否则你根本分不清楚盘整背驰与第3类买卖点的转化关系，怎么可能操作，对吧？其实就是一个转化，我最终要观察的就是当下位置对最后一个中枢的攻击的位置，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而且这种操作必须反复看图，实际操作才可能精通熟练。
当然，如果真精通熟练了，除了同样是本 ID 小学已经毕业的人，几乎没有你的对手了，对吧？这个禅师，简简单单几句话，非常的精炼，但是你真正的能够明白这些的话，需要大量的看图啊。除了看图以外，还要实际去操作，你就这样的话才能够理论结合实际嘛。光看图，理论上明白了，但是一操作全错，那你不是成了叫什么纸上谈兵了吗？不就是成了赵括了吗？对不对？那么在实际操作中，怎么才能达到效率最高？一个可被理论保证的方法，就是在第一次抄底时，最好就是买那些当下位置离最后一个中枢的 DD 等于 min， 就是 minimum DN 幅度最大的。所谓的超跌应该以此为标准，因为本章的定理保证了最后反弹一定达到这个 DD 等于 min DN 之上，然后在反弹的第一波次级别背驰后出掉。如果这个位置还不能达到最后一个中枢，那么这个股票基本可以不考虑了。当然，这可能有例外，但可能性很小。然后在反弹的第一次次级别回市后，买入那些反弹能够达到最后一个中枢的股票，而且最好是突破该中枢，而且回市后能站稳的。根据走势必完美，一定还有一个次级别的向上走势类型。如果这走势类型出现盘整背驰，那就要出掉；如果不出现，那就要恭喜你了，你买到了一个所谓微型反转的股票，其后的力度当然不会小。这一大段啊，如果说你脑海里面没有图形的话，你根本不可能明白他在说什么，对吧？那么再次画一下，其实我刚才在画其他就跟大家一起分享上面两段的时候，其实已经画过了。那么再看一下，什么就是这个在实际操作中怎么能够达到效率最高，对吧？那就是说，这也是一个两中枢的一个趋势下，抄底抄什么样的呢？第一次抄底时，最好就是买那些当下位置离最后一个中枢的幅度最大的。所谓的超跌，应该以此为标准。什么叫超跌呢？就是这个下跌干到这儿来了，看到没有？那么中枢在这里，这是上面这个中枢，就是说离开中枢的这段越远，说明超跌的越厉害。就是说你要看当下，比如说当下价格在这里，那么这种的时候你是可以尝试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在缠论里面，就这一篇理论告诉我们了，它这个的反抽最少要拉到哪儿呢？最少要拉到这个位置，最少要回到这个位置。为什么禅师这么说呢？为什么最少要回到这个位置呢？因为啊，如果说它不能够回到这个位置，说明这段走势类型没结束。其实用的是这个排除法。如果说它两个中枢之后没结束的话，就是这个向下的走势类型没有结束的话，那么它就可以在下面再生成第三个中枢的，那么它就不需要回到最后一个中枢的低的位置，就是围绕最后一个中枢的最低点的这个位置，也就是这个位置。其实用的是排除法。好的，那么的话还有他说这个再把这个画一下，还有下面这段，比如说出现这个位置你买了对吧？然后这个是DD 等于 minimum DN 是这个位置，那么中枢在这里，那么你在这个位置买了之后呢，然后它也拉回到这个中枢这儿了，对吧？拉回到这个中枢的这个最低点这个位置，甚至是拉回到中枢里面也行。拉回来中枢之后，你要看它内部的结构，你要看最后这一笔你反弹的这段的内部。如果说它的内部出现了背驰的话，你要卖，然后回来之后不能够跌破前面的低点，这就是一个二买。二买之后，因为在第一次次级别回市之后买入那些反弹能够达到最后一个中枢的股票，而且最好是突破该中枢。它所谓的突破的话，就上穿这个中枢，然后回撤，就形成了一个三买加二买重合，对吧？回市之后能站稳的，根据走势必完美，一定还有一段次级别的向上。也就是说，你要么是出现二三买重合之后，它还有一段向上；即使是不出现二三买重合，只是出现二买的话，就是这个位置它也是再有一段的。那么
一定还有一个次级别向上走势类型。如果这走势类型出现盘整背驰，也就是一样的这段你要去看它的内部结构。这个内部如果说出现盘整背驰了，你要卖掉，因为这个3笔可以结束了。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讲的，它的上一个周期是一个趋势下对应一个3笔的一个反弹，它可以结束了，那就要出掉。如果不出现，那就要恭喜你，你就买到了一个所谓的微型反转。什么是微型反转呢？我们看再画一下，一个趋势下，这个非常远，然后你买了，它是这样直接拉回来了，然后一个回撤，不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这就是微转了呀，这就是微转了。很多小票里面，就是说它的盘子并不大的那个图形里面，那个股票里面，这样的很多的，这样的很多的。好的，那么的话，我们大概用了。看一下时间，大概用了25分钟左右，把这个第29课的主要的东西，我在刚才已经啰啰嗦嗦都用图形，希望大家能够结合图形，然后再结合一些实际的，对吧？你能够把实际的东西，图形分析清楚的话，那么第29课你就没有问题了。其实，里面讲的东西并不难。好的，那么呢，回到我们这个日常的这个解盘的周末解盘这里面。那么在周末复盘，我们要先看一下这个下一周要出的这些经济数据，因为在刚刚过去的这周啊，尤其是在周五的话，出了这个非农数据，非农数据啊远超预期啊，远超预期。那么的话，让这就那个导致了什么呢？就导致了现在美联储不用急于降息了，因为他们之前一直担心美国的这个就业市场越来越差嘛，失业人数越来越多。他们之前降息也是基于此。那么现在看，美国的就业市场还非常好。那么既然就业市场非常好了，他们就有理由不降息了，可以保持现在的这个利率维持一段时间，对吧？再看一看。那么相应的，他们的关注重点就来到了这个 CPI 了，就看现在通胀的情况了。那么下周周三的话，这个通胀数据相对来说就比较重要了。如果说就业市场又非常好，然后呢，通胀的这个数据又比较低，或者说只要不超过2.7，对吧？只要不超过2.7的话，那么他们就没有理由，就更没有理由降息了。通胀水平也不高，然后那个就业市场又非常好，它有什么理由降息呢？对不对？这是为什么那个周五的时候小盘股跌得那么厉害？因为小盘股对这个利率的敏感度比较高嘛，对吧？因为他们好多都是靠借贷的。他们对利率的这个高低敏感度更高，所以说下周三呢非常重要的这个。那么周二也有 PPI 数据，因为呢PPI 数据它是可以通过 PPI 数据推导出 PCE 数据的，PCE 数据也是跟这个通胀相关度非常高的一个数据。那么周三就是周二、周三，然后周四就也是有一些零售数据，然后还有一些跟就业相关的，对吧？所以主要还是周二、周三、周四都有非常重要的这个三星的这个数据。那么这些时间呢，都是盘前的时间，8点半。那么下周三又到了1月15号。那么下周三1月15号的话，又是财报季要开始了，因为大银行的财报季都在1月15号开始。那么财报季又叠加了这些通胀数据，或者说这些宏观经济。那么下周的这个震荡，盘中的震荡也好，或者个股的震荡会非常厉害。那么需要大家提高警惕，打起精神来，对吧？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分析的这些指数以及个股。先看一下指数。那么标普现在我们看一下月线的这个周期。我的每一个分析的时候都有水印儿，对吧？你可以看这个水印儿就知道分析的标的是什么，然后这个周期是什么，就很清晰。那么在月线上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上一个月12月份的最低点5832.3，本月的最低点5807.78，顶分型出现，顶分型出现，对吧？我们再复习一下，这个顶分型或者底分型有3元素，第一元素、第二元素、第三元素，就这三根 K 线，3个元素。那么只要第三元素跌破了第二元素的低点，那么这个顶分型就成立了。这是我们经过包含处理的。如果说有包含的话，你先把包含那个处理喽。比如说这样，对吧？这2根 K 线是有包含关系的，你需要包含处理。那么包含处理之后的 K 线是这样的。
低点是在这里，晓得吧？所以说，处理之后的 K 线形态是这样的，那么出现顶分型了。那么任何的转折都需要有顶分型，任何的转折都有顶分型或者说底分型，没有顶底分型的转折是不可能的。那么出现顶底分型之后，延续出一笔的可能性，那就看你跟这个顶底分型的力度有关。那么如果说是一个强顶分型，那么它延续出一笔的可能性更高一点。但是呢，这个没有100%的一个对应性。但是因为这个顶分型已经是在前面这里出现过多次顶分型之后的一个顶分型了，对吧？那么顶分型或者底分型有点类似刹车，你开车的时候有点像刹车，这个是禅师给到举的一个例子，就刹一次车没刹住，哎，再刹，前面这里夸夸夸刹了好几次，那么最后这次已经3、4次了，那么被刹住的可能性更高一点，那么这里就有可能出现一笔的一个回落。但是呢，因为这个回落呀，你还要看什么呢？如果说出现了一笔回落，要关注的就是前面这个低点的位置，这个高点的位置，也就是4818。如果说出现了月线上的一笔回落，碰不到4818的话，还可以往上走，因为它这个没有形成中枢啊，没有形成浪形啊。这是我们刚才在跟大家分享那个第29课那个一样，回撤了，但是没有碰到前面的低点，那么还可以往上继续向上生长。当然了，如果说拉回来了，那就是在这里构成中枢了。构成中枢之后，看它是不是能够继续向上选择。所以说，这就是出现顶底分型的时候你要观察什么。那么还有就是看一下它的从3491这个起涨点到这个最高点6099它的内部结构，对吧？内部如果说很饱满了，那么它出现一笔回撤的可能性也就更高了嘛。看一下周线，这就是3491、6099，周线上进入段3笔构成中枢，离开非常强，没有背驰。那么它没有背驰，它可以回来之后再打一个高点，对吧？因为周线上这个回撤已经够笔了，周线上这个回撤已经够笔，前面这里是出现过，也是出现过大幅的下杀的，但是这2段都不够笔，按照我们缠论的这个定义都不够笔。经过包含处理之后，那么现在6099跌到了这个最低点5807。跌到5807之后，它在周线上是回撤够笔了。那么呢，它现在周线经过包含处理之后的话，底分型没有出现底分型，没有底分型，它可以继续向下延伸到这个位置再出现底分型也可以。具体到哪里呢？我们可以用一些辅助的工具，比如说黄金分割或者叫斐波那契，看它能不能够到这些位置，对吧？到了这些位置更有可能得到支撑。得到支撑，那么就更容易出现底分型，对吧？所以说呀，这个黄金分割也好，斐波那契也好，不是什么到了这个位置我一定要弹，它如果杀的力度有更强的话，可以到甚至杀到0.618那个0.618以下也可以啊。你关键的是看它的内部结构，光看这个本周期的话是不管用的，因为缠论是一个3套滤网系统嘛，3层滤网。就3个系统叠加的。好的，那么周线上回撤够笔了，我们看一下日线，也就是从这个起涨点4103，这是我们在这个周2、周4盘中解盘的时候经常复习的。4103到6099在周线上结构非常饱满，我们在之前一段说这段的时候已经重复过无数次。为什么是说它的结构非常饱满呢？这是一个3笔构成了进入段，然后在这里震构成中枢，这就是出现了一个扩展，对吧？前3笔构成中枢之后，后面的围绕中枢震荡全部都是扩展，这是大 A。出现大 A 之后，又尝试离开，哎，一个回拉，一个300没回来，再上去又3笔构成中枢，大 B。出现大 B 之后，再次上去，再次回撤，又没回来，又一个300，然后再次离开，结构非常饱满，非常饱满。那么现在其实从4103到6099已经可以结束了，因为周线上是一笔，它的新的一笔已经生成了，也就是说6099到5807这段在周线上已经回撤够笔了，我们现在可以不看6099左边的了，6099左边这些我们可以不看它了，我们现在可以主要就关注6099右面这些，因为在周线上成笔之后，我们现在就关注的什么呢？关注的这笔的延伸
还是说这一笔也可以结束，可以反向了，对吧？现在明白我们要关注什么了吗？很多人分析来分析去，图形非常复杂，每天都不知道看什么，对吧？那么你捋清了这个逻辑之后，捋清了这个结构之后，利用曲线套我就知道了，我每天要关注最后这段能不能够结束啊，对不对？结束的话要有底分型啊，出现了底分型，但是又被打掉了，现在又向下延伸，说明6099向下没结束，对不对？只要新的一笔6099到5807是周线上的一笔，只要周线上的新的一笔没生成，它就可以继续一直向下延伸。很多股票那个阴跌的那种，你去找一个那种小票的，或者说基本面出现了大问题的那种股票，它一直阴跌的那种，比如说这个位置，它就是跌个5、6天，弹个1、2天，再跌个，就可以一直向下，一直向下延续，说明6099之后一直没结束，它的向下这段一直没结束。那么好多人抄底就喜欢，哎呀，到了差不多这个位置了，就开始往里进，但其实抄到半山腰了，对吧？那么对于我们学缠论的话，就是我们需要看它的结构有没有饱满度。如果说它这段下来了，然后它这是2个中枢下来的，那么就可能结束了呀。这个位置你往里进，肯定比你在前面这些位置进更好了，对不对？所以说你学会了缠论之后，学会了这个技术分析之后，你不会盲目的抄，对不对？那么现在在这个6099到5807，日线上只有一笔，周线上也有一笔，但是它的1小时上是有结构的。我们看一下1小时，这就是我们用这个需要周线、日线、1小时3个周期结合起来，目的就是说能够提高我们的精确度。之所以分析的这么细，之所以我们要看3个周期，我们要确认一下这段，对吧？你看的越精细，相当于你的显微镜那个度数越大，你显微镜的度数越大，那你就看得更精细嘛。6099起跌，进入段3笔构成中枢，对吧？这段非常强的离开，这个第3笔或者说叫离开段跟进入段，那么我们可以用小 a 和小 b 来表示。进入段小 a， 离开段小 b， 没背驰，对吧？但是它的内部，当下在小 b 段的内部，它是有结构的。这个里面有个小中枢，这里有个小中枢，在这个位置，它的内部可以结束，可以有反弹的。不是说我本周期，现在周期是1小时，小 b 跟小 a 比较没有背驰，但是小 b 段的内部它出现了背驰了。它的结构非常饱满了，它就可以反弹呢，对吧？那么这是它这个反弹的力度非常强，拉回到中枢里面来，那就拉回到中枢没有出现3脉，那就继续中枢震荡喽，对吧？但是回到中枢，然后继续往下沉，再次打了一个低点，又跌破了前面这个低点，哎，出现了这个盘整背驰，对吧？这个是可以可以看这2段，呢？那么这段出现了新的低点之后，那你就要比较这2段了，还是没有背驰，就这个就是新的小 B 段，前面是一个还是小 A 段，那么小 B 段它的内部又背驰了，又回拉，但是这次回拉到6201没回去，那么没回去，6201就是前面这个中枢的3脉，就是这么个玩意儿，就是这么个玩意儿。那么出现3脉之后，又打了一个低点，哎呀，跌破了前面这个位置，那么这个位置。我们要去看一下有没有盘整背驰，先看，用扩展器看一下这个空间上，对吧？现在等比例在5800，这个位置跌到5800，那么跟前面这个下跌的空间是一致的，那么就没有背驰。如果说这里能弹起来一笔的话，说明它的内部就出现了背驰。如果说跌破了5800，就没有背驰了，对吧？这个现在还没到，说明是有背驰的迹象。有背驰的可能，到了5800也没有关系，能弹起来就可以。那么这样的话，可以相当于这个反向在做第2个中枢呢。这是前面是第1个中枢，对吧？那么这样的话，做成第2个中枢之后，可以继续向下来，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呢，就是我这个上去了，然后回撤的时候没有跌破前面的低点，然后这个反弹特别强，也就是这是 A， 这就是3段。3跟1比较没有背驰的时候，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做反向，从这里断开，对吧？就是左侧
是一个盘整下。什么是盘整下呢？一个中枢，一个反弹，出现一个三脉向下结束。它这个从哪里开始出现新的变化？为什么会出现一个盘整下对应一个线段上呢？就是第三段这里，第三段你发现没背驰的时候，你就要注意了。这个时候你就需要用非同级别分解。那么这里它就可以走反向了。三没背驰，它可以继续向上延伸，然后四回来又没碰到前面这个一的低点，可以走五，晓得吧？所以说你需要做纠正的时候，你需要调整你的下跌的思路的时候，是在三出现没背驰的情况，这个位置你就开始盯了。你发现哎，三内部没背驰，然后再看一下三的内部，如果说它往上上涨的时候只有一个中枢，对吧？那可以它继续向上延伸的。如果说三的内部在这两个位置出现了一个中枢、两个中枢，那么三也可以结束了。但是三跟一比较又没有背驰，那就看它三的回落。三的回落，哎，碰不到前面这个低点，哎，这它的内部去看它的内部，随时要关注，就是本周期跟它的次级别，或者说本周期和它的次级别。那么它的内部又有两段，两个小中枢，哎，这个又可以结束了。它结束的话，又没有碰到前面的这个高点，又可以有一笔向上生长，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每天其实就重复这些的这个观察。好的，那么这是针对这个指数。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VIX 的话，在周五因为这个非农数据的一个刺激，现在已经站上了120天和200天均线之上。然后现在这个 VIX 有点要张口，这个要注意，就是说它如果说下周继续选择，因为 CPI 数据刺激的话，那有可能要到这个上沿了。我们看一下上沿的这个价格，基本上就是23附近，对吧？如果说它要冲到23，不能够力度很强的上去的话，那么基本上就是到了这个上沿附近能够再回来。其实它现在是因为针对这个日线这个中枢的话，没有出现三买或三卖，那么它就可以一直震的。看一下比特币，比特币也是日线上一个中枢大 A，然后1、2、3笔构成大 B， 现在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跟大家一起看的29课呀，对吧？出现出现两中枢了，那现在就是看当下价格对最后一个中枢攻击的位置，在中枢内部任何震荡都是在做中枢的这个扩展的一个动作。如果说这个震荡上去了没回来，然后可以向上生长，出现一个三买。如果说它下来了，那就可以走反向，左侧一个中枢就变成了在一个三买，一个盘整上结束，然后开始走反向运动。出现什么时候发现变化呢？就是这个反弹，这个向下冲三没有跟一背驰，然后一个反弹四的反弹没有回去，出现了一个三慢，这个位置的时候是一个变化，那你知道肯定是要走反向了。那么现在比特币就是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再看一下特斯拉，特斯拉的话我们在做周五直播的时候没有人问到，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构，就是说它现在这个结构啊，在周线上的话还没有破坏它上涨的这个结束呢，因为我们也看一下它的大周期吧，把这个图形上的一些 K 线给它去掉。首先在季度图上，在季度图就是每一根 K 线就是一个季度非常大的周期，下面是有一个季度的一个大 A 中枢，那么出现大 A 之后离开，然后一个回拉没回来，一个三买，然后再次离开，对吧？现在就是三段，我们现在就可以比较一下这三段的一个力度，看到没有？什么关键的位置呢？我们再把这个图形给拉回来，等比例在哪儿？504，就是说1、2、3，3到504的话是等比例，超过504才没有背驰啊。现在是有背驰了，然后再加上这个去年10月份这个季度的话是有一个非常长的上影线，但是呢，这段你不能说它结束。就是这段只要新的回撤一笔没有生成，那么你就不能说上涨这段结束。所以说我们要观察一下它的次级别，看看次级别够不够饱满，够不够充分，对吧？天天就是在重复这些。
那么看一下这段的一个内部，这是看的是月线上，月线上也是3笔，但是呢，这3笔就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看一下它的那个力度比较，等比例336，说明1、2、3枚背驰，那就是刚才我跟大家分析的那个标普的那个呀，对吧？3枚背驰，它就看首先3要结束，第3段要结束。结束之后，它才有可能有4的回撤。现在3还没结束呢，对不对？因为它的内部没有那么的饱满呢。我们看下面是有3根 K 线，这里有3根 K 线，但是它上面简单，就是它的离开段的简单。所以说我们现在要关注的就是第3段的一个内部，也就是说从138这段看一下它的内部。现在看的周期是月线，我们看一下周线上，周线上一看也是3段。也没背驰，我们目测就能看出来3比1强啊，没背驰啊，3没结束。你发生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什么是奇妙的事情呢？就是结构同构了，月线上3段构成了季线上的1比1，周线上3段构成了月线上的1比1，同构了。3又没背驰，那么就先观察3什么时候能结束，观察哪段呢？182这段，那么182它的这个内部能不能有背驰？我需要看它的次级别，也就是日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天天分析182的原因，对吧？我们在平时解盘的时候没有那么多时间说的这么详细，所以说我就是选取的就是它这段内部没有结束的这个位置。那么再看一下182的日线上，看这个水印儿，第一个中枢大 A， 然后一次离开回撤没回来，一个3买再上去，这是3段，对吧？那么当时我们也是测过这3段的，我们再测一下，应该是当时突破了等比例了，对吧？但是没有站上，等比例在455，它这里是有2、3根 K 线突破了的，但是没有有效站上455，没有有效站上的话，那就拉回来了。拉回来之后，又是以一个浪形的那个生长，1、2、3、4，然后这个第4段看一下有没有碰到这个358。373比358强，比358大，没回来，对吧？但是呢，你不能说它结束啊。488跌到373这段，你怎么说它结束？它结束的话，新的一笔结束的前提，唯一的前提就是旧的一笔结束的前提就是新的一笔要生成。新的一笔没有生成之前，你就不能说前面这一笔结束了，它可以向下继续延伸的。你在373出现底分型这个位置进场的前提是你假设488下跌结束，晓得了吗？你假设它结束，并不代表它一定结束，它可以把这个底分型再次打掉，向下延伸。所以说，任何一个位置进都有可能被套，都有可能被打止损，因为你的假设跟它实际走势走出来的这个第4段，1、2、3、4、5，我们理论说有5浪，4的回撤，没有碰到1的顶，可以有5，那么4要结束啊。这是理论上告诉我们4结束之后可以有5，但是你在当下373进场的时候，你是假设4结束了，你的假设不代表理论上的那个回撤，晓得了吗？一定要清楚这一点。很多人说啊，我学了你这个缠论，我学了波浪，我他妈用完之后都不好用啊，我买进去了又被打止损，我买进去了那个位置，我说这个4结束了。对吧？或者说你自己判断4结束了，我买进去了，被打止损了，又亏了，因为它没结束啊。那么怎么能够说判断这个位置能够把这个精确度？那就需要双触发呀。首先要有底分型，第一个条件触发了。那么第二个条件是它的内部，这段的内部结构有没有3笔的背驰，还是说带中枢的，还是怎样的一个结构，对吧？它的内部要非常饱满，才有可能触发这个双触发。好多人不太明白为什么这个怎么那么多讲究，一会儿看这个看那个，因为你要提高精度的，对吧？那么节奏当然了，节奏首先不能错。那么该卖的地方你是卖，该买的地方你是买，而不是说现在啊我在488没有那个没减仓，我到373来割肉，
那你不整个一个节奏错乱吗？对吧？它完全也可以是说，哦，你在这个位置没减，它又向下延伸了。那你现在说，哦，我这个位置没减，它又下来了，那说明你的仓位配置有问题啊，对吧？你在这个位置出现了底分型，我买了一些，那么它又打破这个了，又向下延伸了，说明你的双触发分析的不够到位，对吧？那你这个位置想买的话，你可以拿一点仓位来买啊，或者说是我这个仓位进去了，然后以370，不要完全设在373.4，因为它很容易跌破373.4，直接再拉回来，对吧？就很容易把你的止损打掉。所以说你在设止损的时候，离这个最低点这个位置稍微有一点点距离，给它一点点的空间。你这样的话，它到了370再打掉，你再出来也没有问题，因为到了370可能就更有可能去358了，对吧？你也可以把止损放在358.64也可以，因为它构成中枢的话。那么可能它之后的这个就是出现中枢震荡的可能性比较大了。那么出现中枢震荡，肯定没有这个回撤碰不到358，直接拉上去，直接再打一个高点的可能性更好啊，对吧？因为在禅师告诉我们，就是说，因为你散户的资金量并不大嘛，你去做中枢震荡的时候是很浪费时间的。如果说更多的是应该去做这种单边的行情。但是如果说你判断没有那么准确，又想操作它，长期又看好这个片的话，出现底分型了，买一点，再次下来了，然后再看一下内部结构，又给了一个底分型，我再买一点，再下来我再买一点，就三次，每次的话可以进打个比方10%的仓位，对吧？你这样的话整体下来是30%，它只要拉上去，那你这个成本是低的呀，因为三次嘛，那么。打了你的成本一解套，又可以，或者说可能直接上来的话就盈利了，再次打掉488也是可以的，因为这里的话是构成中枢嘛，下面是大 A， 这里只是构成一个大 B， 它还可以打高点的，所以说呀，怎么选？是选分批进，还是说设止损？你这要自己定啊，没有统一答案。很多人喜欢找一个拐棍儿，哎呦，这个人分析的好，那个大神说的对，我就听他的；那个大神分析的真准呢，我就可能听他的。听谁的也不如听你自己的，为什么呢？因为最终的交易在你的手上，不可能在我的手上啊。每天进场点买点卖的时候，需要你自己来操作呀。你不能说啊，那个人说的，他有可能是他说的好准呢，我就应该听他的。他说这个位置就是一个四浪结束了，那我就重仓位往里干吧。又打掉了，哎呦，我又亏了，是不是那个大人不准呢？是不是他的问题呀？对吧？就把问题就推到别人身上了，永远不找自己身上的问题，永远的错都在别人身上，对吧？好多人在市场里面这种人太多了，你去那个不论是油管上也好，还是抖音上也好，还是什么上，天天有无数人在抱怨这个有问题，那个有问题，就自己没问题，从来不看看自己身上有没有问题，对吧？你没有那块料，没有那个金刚钻，你就要揽那个瓷器活，天天怨这个怨那个，怨声载道的，你能做得好交易吗？不可能啊！你的整个心态就是错的，你整个心态关注的是外界的，而不是去关注自己，提高自己才是最终的一个，能否让你长期在市场中生存下来的这么一个关键因素，不在别人，而在自己。好的，这是针对这个特斯拉相应的啰啰嗦嗦说的多了一点。那么我们再看一个这个 ARM，这个 ARM 的话，它也是跟芯片相关，跟这个AI 也相关度非常高的，但是它主要是卖它的那个这个 copyrights， 对吧？主要卖这个专利。那么它的问题我之前也说过，就是因为软银是它的这个最大的股东，软银的持仓量太高了，造成它在市场中流动的这个筹码太少。那么相应的，那流动的筹码少的话，那软银又不卖，拿着不动，变相的让这只股票的盘子变小了。所以说它的波动相应的是比其他的股票的波动大一点。那么它的结构是非常简单的，现在在周线上，这是起涨点，那么构成中枢，然后现在这笔回撤是比较有意思，刚好是在这个中轨附近。
每一个中枢都有中轨，中轨是用我们来那个衡量这个中枢震荡这个力度的，对吧？回到中轨了，现在又有希望能够打出去。如果说它这个 MACD 能够出现一个交叉抬头向上的话，那么这里有希望了出现一个小 B 段的，这是进入段小 A 构成大 A，那么这段如果说能够离开的话，那么就厉害了，那么可以在上面再生长出一个大 B 来，对吧？也就是说，从123这里我们需要观察它能不能够快速的脱离这个中枢，对吧？什么叫快速脱离呢？你就不能够以这个这个两中枢的模式出现。如果说以浪形的模式出现的话，说明它的力度很强。那么这个需要看它的次级别，看一下日线上。那么123这个位置，现在在日线上的话也只是一笔，这里是出现过回撤，但是不够笔。但现在已经踩到了这个120天上，看到没有？踩到了120天上，在周五。那么你也可以，它在这个，因为它这个反弹这笔是不够笔的，回撤也不够笔，也就是说，这个的回踩是1小时上的这个回踩，那么1小时上是有一个潜在的一个二买，那么你需要降低周期看一下1小时上，看看能不能够出现3段。如果说3跟1能不背驰的话，那就可以再往上延伸。那么这样的话就有4和5，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以浪形的模式往上走的时候，才有可能脱离下面这个大中枢。好的，这是针对这个 ARM，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 MicroStrategy， 这个的话是也在周五直播中没有分析到，那么它活跃度也相对是比较高的，之前是尤其是这段的活跃度，市场关注度也非常高，那么活跃度也非常高。那现在因为比特币也进入了一个中枢震荡，那么相应的它也是，我们之前分析过它的周线，周线上从这个起涨点是一个123段，3没背驰，但是内部有结构，也可以拉回来，对吧？拉回来之后，它是在0.5和0.382之间出现了一个这个底分型，那么这个底分型也是一样的，这个底分型能不能够形成反弹一笔，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你只能去跟踪它。我们看一下它的日线上。好的，这是这个周线上一笔，那么日线上是3笔，那么这3笔我们也比较过一个力度，再比较一下，哎，等比例240，对吧？现在没到等比例，直接出现了反弹，说明这段是有背驰了，对吧？那么有背驰之后，这个新的反弹从285这个反弹是不够笔的，它也可以再次打掉285，然后往下延续，说明什么呢？说明前面这个444下跌没结束。你只要不能生成新的一笔，就说明前面这段没结束，对吧？这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小周期它的内部结构，你需要去关注它的内部。这段没结束，可以继续往上延伸的，说明它可以把最后一个中枢，它的次级别就是这样的，就是刚才我们讲的29克了。这是一个中枢，这是第2个中枢，它回去了。那么这一段构成了这三根 K 线，然后呢，它其实把最后一个中枢给扩展了，最后一个中枢延伸了，它可以再次下来的，再次下来也就是再次跌破285，那么就会出现底分型出现了，但是可以被再打掉，也就是前面的一个延伸。这就让你就把第29克力度的转折以及这个真实的那个案例结合起来了。好的，那么的话，我们今天的会员专享的周末漫谈到这里了，祝大家周末愉快，再见。